比修炼岁月，比年纪。这几个小家伙要丢脸了。也没办法，万古界跟千古界修炼条件差距的确太远了，比修炼岁月的长短，这些千古界的天才根本没法比。在千古界那样的位面世界，想要突破达到凌霄境千难万难，需要的时间无比漫长，更别说对道还得有极高感悟了。这6个小家伙，我敢肯定，他们每一个最起码都活了上千年了。像那个叫剑无双的天才，他实力这般强横，那活得肯定更久，活了3000年甚至4000年都很正常。跟他们相比，这些来自万古界的本土天才就要好太多了。他们大多修炼时间都不长，过800年的估计都没几个，过1000年的怕是一个都没有了。我现在最好奇的是宫朝、静仙子、千秋无痕以及那剑无双4人的修炼岁月。前3个自然不用多说，至于那剑无双，我真想看看他到底活了多久，会不会超过4000年。顶多也就4000年了，毕竟一般凌霄境的寿命也就能活4000多年，就算服用一些增强寿命的天才地宝，也绝对活不过5000年。这是邱老，他会用特殊的方法检验出你们的修炼岁月，以及你们在凌霄境所待的时间。现在，按照我念到的名字，一个一个去检验。古灵，给我一滴你的鲜血。修炼岁月不过350年，在凌霄境这一层次待了近200年。350年，还算不错。下一个，千秋无痕。千秋无痕，修炼岁月介于780年到790年之间，在凌霄境层次停留了过600年。混蛋！之前还以为他是一位难得的天才，可结果他仅仅只是比其他天才多修炼了一段时间罢了。这样的人可没资格成为我云海仙宫的内门弟子。去，告诉他，之前给他的内门弟子名额收回，顶多给他一个外围弟子的名额。下一个，风。修炼岁月过1900年，在凌霄境停留时间1800年左右。玄一，这便是你看中的天才，活了1900年也才这般层次，真是废物。我可不这么认为。千古界的环境你不是不知道，那里限制太多。这风能够在1900年的时间里达到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另外你也听到了，这风修炼了1900年，可光是在凌霄境层次就停留了1800年之久。也就是说，他在千古界只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便突破达到了凌霄境。这天赋很不错啊。哼，废物就是废物，还狡辩。下一个，宫朝。修炼岁月不过120年，在凌霄境层次停留50年左右。竟然只有120年！妖孽，真正的妖孽！原以为凭他的实力，只要他的修炼岁月不会过400年就属于怪物了，可没想到他的修炼岁月竟然只有120年，如此的短啊！短短120年便达到了这等地步，简直不可思议呀！宫朝，本座云海仙宫9长老石千寒，你天赋奇高，本座亲自邀请你成为我云海仙宫的弟子。我云海仙宫众多修炼资源尽皆向你开放，
甚至本座还会向公主申请，让公主亲自指点你一次。只要你肯努力，本座可以担保万年内让你成就永恒。你可愿意？公朝，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不灭皇朝，我不灭皇朝必然将竭尽全力去栽培你，让你万年之内达到永恒境绝对不是问题。若是机缘足够，3000年内就可以达到。我无极魔宗同样可以担保，让你万年内达到永恒境。另外，我家宗主正有收亲传弟子的打算，以你的天赋，完全有机会。你们两个，怎么？就许你10千韩向这小家伙邀请，我们2个难道不可以吗？很好，我倒要看看你们2个如何跟我云海仙宫争。下一个，剑无双。到这剑无双了，诸位都猜猜，这剑无双的修炼岁月有多久？依我看，少说过了2000年。2000年？你也太高看他了吧？说不定比那火鹰还长呢。未必，他拥有分身秘术，必然在下界得到过不俗的机缘。有那股机缘的辅助，他的修炼时间未必就很长。玄一先生，这小家伙可是你古门的人，你莫非一点儿也不在乎他修炼岁月的长短？不管他修炼多久，反正我都已经将内门弟子的名额交给他了。哪怕他修炼了4000多年，都快步入大限了，我既然已经决定，就不会更改。今后我也会想尽办法，令他的实力达到更高层次。修炼了4000多年，也才这般地步的废物，你玄一也愿意付出那么大代价跟精力去培养？哼！你古门的资源可真是多的没地方去放了。我古门别的不多，就是资源宝物多，只要我愿意，哪怕是强行将它推到永恒境都可以。这一点，你10千韩怕是还没那个能耐做到吧？你玄一财大气粗，跟我可没什么关系。看着吧，剑无双，将你的一滴鲜血给我。这怎么可能？能再给我一滴鲜血吗？可以。啊，怎么会这样？这……邱老，怎么了？诸位，这剑无双的检验已经有结果了。剑无双，他的修炼岁月不足40年。另外，他在凌霄境这一层次停留的时间不足1年。邱老，你是不是说错了，将4000年说成40年了？诸位，尽管这个结果的确不可思议，但我却仔细检验了2遍，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所以我万分确定，我甚至敢用自己的性命担保，这检验结果是真的。这剑无双的修炼岁月的确不会过40年，而他在凌霄境这一层次待的时间也绝对不足1年。修炼岁月不过40年，在凌霄境停留不足1年。40年，不过40年。同样是在千古界，我修炼了足足3700年，方才达到今天这一步，而他只修炼了40年，可实力竟比我强了那么多。我他妈这3700年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呀！怎么可能？不过40年？开玩笑，这一定是在开玩笑。老天，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一个来自千古界的天才，修炼不足40年，实力却比我们这些来自万古界的天才要强那么多。难不成是我孤陋寡闻？
那千古界的修炼条件比我们万古界还要好。他的修炼岁月竟不过40年。变态，太变态了！比公朝还要变态，还有可怕无数倍的极大变态。在千古界那样的地方，只用了短短40年便达到这般地步，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凌霄境这一层次待了还不足1年时间。我估计他是刚突破达到凌霄境就前来参加天穹盛会了的。这样的怪物，毫无疑问，他比公朝更可怕，更逆天。好家伙，看来我这一趟真没白来啊！我还真是蠢，玄一先生何等实力，眼光又岂会差？如果这几个千古界的小家伙真没有什么可造的能力，那玄一先生又岂会看上？这是何等逆天的天才啊！短短40年，在千古界那等地方都可以成长达到这般地步，而今后他会留在万古界，若是再给他充足的资源宝物辅助修炼，以他的天赋，成就永恒恐怕就跟玩儿似的，甚至今后都有机会成为道尊。如此天才，可惜啊，我之前答应了玄一先生。唉。本座云海仙宫九长老石千寒。剑无双，本座亲自出面邀请你加入我云海仙宫，条件与公朝一致，你可愿意？云海仙宫，石千寒，你这手段可有几分不光彩啊！堂堂云海仙宫九长老，竟然出尔反尔，你也不怕在场各方宗门的强者看笑话？石千寒，早听说你的为人不怎么样，今日一见，总算是领教了。当着那么多强者的面出尔反尔，你也好意思？哼，本座为人如何，跟你们2位又有什么关系？跟我们2个自然没什么干系，不过你也得看玄一先生答不答应了。玄一，本座先前只当这剑无双是一个普通天才，并未在意，所以方才答应你将这小家伙让于古门。可现在这小家伙天赋古今无双，历届天穹盛会无数天才都没人可以与之相比。这样的天才，本座可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让给你。再说了，如此了得的天才，那必然是拥有众多选择权利的。他最终要加入哪方宗门，都得由他自己决定。你说对吗？你说的没错，这小家伙天赋非凡，的确拥有选择众多宗门的权利。到底要加入哪方宗门，得看他自己的选择。剑无双，玄一大人，事情你也知道了，你天赋奇高，连云海仙宫都看上你了，且愿意许诺你那么好处，这可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值得你好好考虑一下。而我古门，当第3轮天才战结束后，本座便已经跟你发出邀请，将一个内门弟子名额给你，而现在本座同样只是给你内门弟子的名额，至于其他附带条件依旧没有。在古门，你想得到什么样的资源条件，都得靠你进入宗门之后自己去争取。石千寒，你刚刚跟这个小家伙许诺了那么多条件，可如果这小家伙今后在云海仙宫内的进步表现有差强人意的话，这些条件恐怕就没法完全实现了吧？这
小家伙，我玄一的为人，天穹域各方强者都应当有所了解。既然你是我亲自带回古门的，那今后你在古门内不管进步如何，我玄一都会竭尽全力的去栽培你。哪怕是你的潜力被彻底榨干，只要有一丝机会，我依旧会想办法令你的实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哪怕是付出莫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是我玄一的承诺，也是古门的承诺。但凡是我古门弟子，不管实力天赋如何，我古门都必将不离不弃。这石千寒表面上许诺我这么多条件，可说到底，这些条件都是要有相应的进步去争取的。说白了，跟古门也差不多，都得靠自己今后的表现。同样的待遇，这石千寒说出来的话，相比之下，玄一大人就要坦荡多了。但凡古门弟子，古门必将不离不弃。玄一大人，我也决定加入古门。很抱歉，石长老，你许诺那些条件的确很诱人，但玄一大人从第2轮天才战一开始就已经向我发出邀请了，我没法拒绝。小子，你可得想清楚了，我云海仙宫可是天穹域第一宗门，拥有的资源可是天穹域任何一方宗门都无法相比的。而且你刚来万古界，恐怕还不知道这万古界的凶险。你一个凌霄境的小家伙，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宗门庇护，在这万古界闯荡，可是说死就死的。整个天穹域也只有我云海仙宫能够庇护得了你，所以你还是小心点儿，郑重选择的好。石千寒，怎么？莫非玄一你认为我说的不对吗？不，你说的很对，万古界的确非常凶险。看来就连玄一你也认同我的话了。玄一死了吗？那一剑，玄一，什么？这怎么可能呢？果然，早听说永恒境强者保命能力极强，他们拥有命核，只要命核不碎，即位不死。现在看来还真是如此。玄一，你竟敢出手伤我！石千寒，你刚刚的话我很认同，万古界的确充满着凶险。如此凶险的万古界，不仅是像剑无双这样的小家伙需要格外小心，像你同样也得千万小心呢。以你的实力，别说整个万古界了，就算在天穹域能够杀你的都有不少，稍有不慎，恐怕你也会说死就死的呀。你敢杀我？石千寒，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自己回去亲自问问你们那位公主的好。你问她看我敢不敢杀你。杀了你之后，她又能拿我怎么样呢？问清楚点儿，问明白点儿。顺便你再告诉她，就说我玄一若是再看到你们云海仙宫的人威胁我古门弟子，我见一个杀一个，不管他是谁。这句话你可以一字不漏地告诉他，你看看他能奈我何？哼，这蠢货，看玄一先生好说话，就真当玄一先生是软柿子，想捏就捏的呀！竟是当着玄一先生的面当众威胁剑无双。云海仙宫，天穹域第一宗门，哼，外界传言罢了，真当自己是天穹域第一了。还有这石千寒，还真是蠢得可以，也不瞧瞧自己几斤几两，连玄一先生都敢明着得罪。玄一先生生性洒脱，不拘小节，平日里的确很好说话，待人很和气，但那也只是平常时候。一旦玄一先生动怒，那大肆杀伐的场景，我就算没见过，
却也是听说过的。这位玄一先生纵横天穹域的时候，云海仙宫的那位公主都还没有出生呢。剑无双，你尽管放心，只要是古门弟子，我们古门必当竭尽全力护你周全。除非古门烟消云散，否则整个万古界没人能够伤你一分一毫。剑无双，工厂，你的天赋的确了得，我期待以后再有跟你交手的一天。我也很期待。你们两个不用着急，早晚有一天你们会交手的。玄一大人，不用多久的，古门跟云海仙宫的弟子之间会有一次交流，到时候你们两人自然可以交手。哦，我等着你来向我挑战。放心吧，不会让你失望的。你们6个跟我回古门吧。这里的灵力，不愧是古门宗门所在，单单宗门所在就比其他地方要优越很多了。跟我来吧。你们6个刚到古门，且今后也会待在古门内修炼，因此关于古门的一些规矩、一些事情，我都会跟你们仔细说一遍。你们之前应当也得到了关于我古门的一些资料，也知道我古门的一些特殊之处。的确，我古门虽然只是天穹域的一方顶尖宗门，但在许多程度上却比那3大巨头还要强，特别是教导弟子方面。至于为何会如此，我现在也不方便告诉你们，等以后有机会你们会知道的。现在我来跟你们说一说我古门内部的一些情况。古门拥有众多的修炼资源，这些修炼资源总的来说分为一封3功。一封3功，这一封3功关乎我古门的底蕴。我现在先带你们去那一封。这巨峰，这座巨峰名为悟道峰。悟道峰，这个悟道峰跟你们之前在天穹盛会待过1个月的悟道峰性质是一样的。毕竟天穹盛会的悟道峰根本就是根据我古门的悟道峰模拟出来的。是这样。你们之前在天穹盛会的悟道峰待过，在那个悟道峰参悟要比外面快上1倍，而我们古门的悟道峰功效要更大，感悟道的速度比外界可以足足快上2倍。别高兴得太早，这悟道峰的功效虽然更好，但却没法让太多人同时在悟道峰内参悟，所以在古门内只有内门弟子才有资格一直待在悟道峰内修炼的。只有内门弟子才有资格。剑无双、风、火鹰，你们3个都是内门弟子，可以去悟道峰内修炼。这悟道峰上一共有36间洞府，其中33间已经有主人了，刚好还剩下3间洞府，你们待会儿自己去仔细找找。是。悟道峰上一共只有36间洞府吗？玄一大人，你刚刚说内门弟子便可以去悟道峰内修炼，可悟道峰内一共才36间洞府，难道古门的内门弟子只有36位吗？你已经是古门弟子，今后不用叫我玄一大人，叫我玄一公主吧。古门的弟子都是这样叫我的。你猜的没错，古门内的确有36位内门弟子，这已经是最多的了。不管什么时候，我古门的内门弟子都不会超过36位。这是为什么呀？古门弟子之所以不过36位，一来是因为悟道峰只能同时容纳36人去悟道修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内门弟子之间的竞争。在古门，不管是内门弟子还是外围弟子都一样，所有修炼资源都得靠自己去争取。每隔10年，古门便会举行一次弟子之间的比斗，每次比斗实力较弱的几位内门弟子都会被几位实力更好的外围弟子所取代。毕竟古门当中的内门弟子虽然一直保持着36位，
可外围弟子却有很多。这些外围弟子中不乏一些真正的天才，甚至还有一些曾经也是当过内门弟子的，实力都不容小觑。每次宗门大比，几位实力最弱的内门弟子便会受到这些外围弟子的挑战，最终能够保住内门弟子位置的可并不多。是这样啊。上一次宗门大比在8年前，也就是说再过2年便会进行下一轮宗门大比。剑无双、风、火鹰，你们3个刚加入古门，论实力在众多内门弟子当中是最弱的，就算在那些外围弟子里面，现在比你们强的也有不少。所以这2年时间可得好好努力，争取在2年后的弟子大比之中保住这内门弟子的位置。不过你们也别太担心，你们加入古门这2年时间，在我古门的各种资源下，你们的进步肯定是非常巨大。再者，就算2年后你们真的沦为外围弟子，你们也可以等下次宗门大比再争取回来嘛。宗门大比10年便会举办一次，10年很快就过了。好了，接下来我再跟你们说说我古门的3功。这3功分别是道功、剑功以及天神功。道功是钻研道的地方，道宫有13位公主，这13位公主都是将一条道领悟达到极高层次的永恒境强者。除此之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副公主，这些副公主都是由顶尖天神担任，在一条道上感悟同样不低。这些公主、副公主们常年聚集在道宫之内，她们都有留下自己的感悟心得以及众多的机缘。这些机缘，但凡是古门弟子都有机会得到。而且你们还可以经常去道宫听这些公主、副公主们授课，甚至你们还可以选择拜入一些副公主、公主的门下，成为他们的弟子。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古门弟子，都会拜入一位公主或是副公主门下的，有的还同时拜入2、3位强者的门下。这些公主或者副公主会给你们指引，且在你修炼的途中所需要的一些天才地宝，也都是由这些公主、副公主去帮你申请的。你们几个刚进入古门，最好也在道宫选择一位合适的公主或是副公主，拜入他们的门下，成为他们的弟子。哪怕是记名弟子，那也总比自己一个人盲目去修炼要强得多。除了道宫，古门还有剑宫跟天神宫。其中剑宫，顾名思义是专修剑道的地方。剑宫在古门内颇为特殊，但凡是擅长剑道的武者都会经常去剑宫修炼。而剑宫只有1位公主以及2位副公主的存在。那2位副公主是我们古门擅长剑道的永恒境强者。至于公主嘛，我便是剑宫的公主。至于最后的天神宫，天神宫聚集的是我古门大量的天神境武者。我古门有规矩，只有加入古门不过500年的才能算是古门弟子，而一旦过500年便不再拥有弟子的待遇。他们不能再进入道宫、剑宫修炼，也不能待在悟道峰，而唯一可以去的地方便是天神宫了。天神宫内有着我古门布的众多的充满危机的任务，天神宫的这些天神则是代表我古门在外厮杀征战。你们可以这样理解，加入古门的前500年是古门为你们付出，可500年后便是你们为古门付出了。玄一公主，这6位便是玄一公主从天穹盛会带回来的6位天才。啊，将令符给我吧。这是你们的身份令符，当然，外围弟子跟内门弟子是完全区分开来的。道云，这几个小家伙刚来古门，对古门内还不熟悉，我已将悟道峰和3宫给他们说了，你带着他们到处逛逛，熟悉一下环境。是。剑无双，你留下来，至于其他5个，跟他去吧。
剑无双，你是这6人当中唯一一个擅长剑道的，且天赋也最高。你跟我来，我带你去剑宫瞧瞧。剑宫？你剑道天赋极高，而剑宫内有很多剑道强者留下的心得，对你都有用处。你以后待在古门内，有时间多来剑宫参悟。是。小家伙，你运气不错，今日正好有我剑宫一位副公主在那儿授课，你可以进去瞧瞧。我就带你到这儿了。多谢玄衣公主。你这一趟可是给我剑宫带回来一个不得了的小家伙，最强剑魂，很久都不曾见过了。这位副公主的一剑，或许论精妙程度，远远比不上玄衣公主之前将10千寒一分为2那一剑。可玄衣公主那一剑，就是因为太精妙太快了，我根本看不出什么来。可这位副公主的一剑，我悟出来了，悟出来了！悟出来了？悟出什么了？聂副公主，弟子已经将那第一道剑痕完全领悟了。哦，第一道剑痕，施展看看。是。看好了，这是第1式，这是第2剑，这是第3剑，这是第4式，第5式，这是第9式。不错，9式剑招悟出，第一道剑痕已经悟出来了。从今天开始，你有资格进剑楼去听公主亲自授课。多谢聂副公主。这人将那9式剑招全部施展出来，便算是将第一道剑痕给悟出来，且今后有资格去剑楼听公主亲自讲课。难道其他人都没有资格去剑楼吗？哎，这位师兄。凌霄镜，而且我之前也没见过。你是谁？在下剑无双。剑无双？没听说过。你应当是刚加入古门吧？对。果然。我叫朱烈，外围弟子。你呢？是外围弟子还是？我刚参加天穹盛会，运气不错，得了一个内门弟子的名额。内门弟子啊，原来是剑无双师兄啊！小弟有礼了。师兄？师兄有所不知，在古门不管入宗的时间长短，只管实力跟地位的。一般情况下，外围弟子见到内门弟子都得叫师兄。是这样啊。我刚到古门，自然也是刚到剑宫，对这剑宫内的一切都毫不知情。你可否跟我说说？当然可以啊。其实剑宫无非就是古门众多弟子钻研剑道的地方。剑宫有一位公主跟2位副公主，这2位副公主经常会在演武场上公开授课，有时还会给我们演练一些剑术。像今日刚好是聂副公主在那儿授课呢。至于这剑宫公主，也就是玄衣公主，她实力滔天，剑道修为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她偶尔也会有授课，但想要去听她的课，却有一些权限限制。师兄，你跟我来。这是剑楼，玄衣公主每次都是在这剑楼内讲课的。师兄，你看这儿。这3道剑痕是怎么回事？我刚刚说过，想要去剑楼听玄衣公主授课是有着一些权限的，而权限便是这3道剑痕。这3道剑痕尽皆深奥无比，都是出自玄衣公主之手，且玄衣公主早有规定，但凡是古门弟子，只要是能够悟透第1道剑痕，便有资格去剑楼内听课。而若是能够将第2道剑痕悟透，那便能够拜入玄衣公主的门下，成为她的记名弟子。至于第3道剑痕，若是将第3道剑痕悟透，便可成为玄衣公主的亲传弟子。这3道剑痕很难领悟吗？何止难呢？我自问在剑道上也有着一定天赋的，可我进入古门都过10数年了，在这剑宫内也待了10多年了。从很早之前开始，我便开始参悟起这3道剑痕了，可结果直到今天，方才将这第1道剑痕完全悟透。你说难不难啊？而且
这3道剑痕，第1道是最简单的，至于那第2道跟第3道剑痕更是难上加难。据说光是第2道剑痕，其难度比领悟第1道剑痕起码要高出10倍。哦，就是因为太难了，所以现在的剑宫有能耐去剑楼听玄衣公主亲自授课的弟子都不足20位。至于将第2道剑痕领悟拜入了玄衣公主门下的记名弟子，也就仅仅只有3位。且那3位也都是在剑宫待了数百年时间，听玄衣公主授课方才渐渐感悟的。像我，尽管今日将第1道剑痕完全领悟了，可要将那第2道剑痕领悟，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呢。第2道剑痕便如此艰难，那第3道呢？第3道剑痕更难。领悟了第3道剑痕，可是能够成为玄衣公主亲传弟子的。不过玄衣公主何等身份实力啊，想要成为她的亲传弟子自然不容易。据我所知，玄衣公主在这古门当中似乎并没有亲传弟子，一个都没有。师兄，除了这剑楼外，在剑宫还有一藏剑阁，那里有着众多剑道强者留下的感悟心得，还有一些强者创出来的剑道秘技，你可以去看看啊。另外，我听说剑宫内还有一座剑峰，不过我也只是听说，没真正去过。我知道了，多谢你。师兄太客气了。如果没什么事儿，那师弟我便先告辞了。来自玄衣公主之手的3道剑痕，难倒了无数剑道天才。哼，我倒要瞧瞧，这3道剑痕有何奇特之处。这剑痕明明只是一道剑痕，却同时蕴含着9种不同性质的剑意。这9种剑意分开来，就是90不同的剑招啊！9种不同性质的剑招，即便是我，也只能一招一招去参悟，同样得花费不少时间。这第2道、第3道剑痕，给我的感觉跟第1道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愧是出自玄衣公主之手，看来古门那么多剑道弟子，却没有人可以将3道剑痕全部领悟，是真的。不知道凭我在剑道上的天赋，能不能把这3道剑痕全部悟透。玄衣公主说的没错，古门弟子都会拜入一位强者的门下，如此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哎呀，之前我一直待在千古界，也曾憧憬过万古界的一些宗门是个什么样子的。可今日真正到了古门内，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大宗门呢？那道宫太神奇了。的确很神奇，那么多强者聚集在那儿钻研道，13位公主，每一位对一条道的感悟都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且还毫不吝啬地传授自己在道上的一些感悟心得。如此宗门不强才怪呢。不说强者，光是天才，咱们古门的天才当真是太多了，对道的感悟也是极高。凭我们3个现在对道的感悟，在古门那些弟子当中只能算是垫底的。2年后的宗门大比，咱们3个恐怕都保不住那门弟子的名额了。之前在千古界，我们没有修炼的资源条件，进步度缓慢，如同蜗牛一般。但现在到了古门，有着这么多修炼资源，我们的进步度肯定远远出之于前。还有2年时间，我们还有机会拼一把。就算2年后我们依旧沦为外围弟子，可只要尽力了，我也甘心。说得对。玄衣公主说过，我们这些刚加入古门的弟子，特别是内门弟子，刚到古门2年时间，将会是我们的爆发期。只要肯努力，我们的实力完全可以到达一个全新的层次。2年后的宗门大比，我们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咱们刚进入古门，最好的便是赶紧找一个合适的强者拜入其门下，有这位强者亲自指点，再加上古门的众多修炼资源，实力才有可能突飞猛进。我今日去道宫，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强者，明日我便去拜师。我也有了合适的人选，是一位公主。不过那位公主愿不愿意收我，我就不知道了。不管如何，我都会努力的。金无双，你呢？我嘛，不着急，毕竟我道宫还都没去过。你天赋之强，堪称不可思议，估计根本不需要你自己去拜师，
那道宫的那些公主、副公主们都会抢着收你为弟子的。在千古界那样的地方，修炼岁月不足40年，但实力却强成这样。就算在万古界内，短短不足40年的时间，达到这一步都属于不可思议的存在了，而他竟然来自千古界。妖孽！这剑无双是一个真正的妖孽。哎，可惜呀，他擅长剑道，感悟的又是世界之道跟杀戮之道，都不是我所擅长的。这剑无双，好生了得的天赋，若是好生培养，今后成就永恒的机会极大。而拜入我麾下的弟子虽然众多，但有资格成就永恒的不会过3位，且几率还极低。他们3个跟这剑无双比起来，都差得很远。如此一位天才，不容错过。你立刻将我的令符交给那剑无双，告诉他，就说我白羽有意收他为弟子，若他愿意，可拿着这枚令符前来寻我。是。剑无双，这是本座莫涛，道宫公主之一，掌杀戮之道。道宫公主，弟子见过莫涛公主。起来吧，本座看了你的信息，你天赋奇高，潜力极大，只要好生培养，今后必然可以为我古门再添一位顶尖强者。本座有意收你为亲传弟子，不知你可愿意？亲传弟子？你擅长杀戮之道，而在杀戮之道的感悟上，本座足以排在第1位。莫涛公主，很抱歉，弟子暂时没有拜师的打算。哦，可惜了，你好生考虑下吧。弟子拜见师尊。这风毅力真够强的。是很强，1个月的时间不折不挠，经过重重考验，总算拜入了毁灭公主的门下，而且还是亲传弟子。毁灭公主的门槛一直都极高，能够成为毁灭公主的亲传弟子，这可比我们要幸运多了。毁灭，你最近收的那位亲传弟子风怎样了？还算不错，虽然他的天赋在我麾下的几位亲传弟子里边只能算是一般，但是他心性不错，很有毅力，根基也很稳，今后只需步步为营去教导他，成就不会太低，就算是成就永恒，也有不小的希望。恭喜你了，又收了个好弟子。玄衣公主从这届天穹盛会带回来的6人当中，现在就这封表现得好一些，其他几人都只能算是一般，特别是那剑无双，太让人失望了。剑无双原本是一个极好的苗子，可惜他太自负，太高傲了。他天赋是高，可终归是来自千古界的，眼界太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今后的路要如何去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便是找一个好的师尊，拜入其门下。有这位师尊指引，加上我古门的众多修炼资源，他的天赋才能够彻底展现出来。可惜他太高傲了。这2个月里，我道宫不少擅长世界之道、杀戮之道的副公主都曾找过他，想要收他为弟子，甚至连白羽公主跟莫涛公主都亲自出面了，可结果却被他一一拒绝。白羽公主参悟世界之道，世界之道9重玄奥都已经快全部领悟了。莫涛公主更不用说，她对杀戮之道的感悟，我们整个古门都无人能及。他们2个
任何一人当着剑无双的师尊都绰绰有余了。他们亲自出面，欲要收他做弟子，他竟然还不答应。他真以为自己天赋古世无双，就不需要指引了吗？他的确太傲了一些，终归是太年轻，不像风，修炼了1900年，性子早已坚毅如山，很懂得分寸。我听说剑无双在这2个月时间里，经常待在剑楼前参悟玄衣公主留下的3道剑痕。如果我没猜错，他的确是有拜师的打算，不过他想拜的却是玄衣公主。玄衣公主？哼，玄衣公主实力是强，这没错。可拜师并非是实力越强越好，而是要看适不适合。玄衣公主，她不管是对世界之道，还是杀戮之道的感悟，都及不上白羽公主跟莫涛公主2位。能够教她的，顶多只有剑道。而且，想要拜入玄衣公主门下，又岂是那么简单的？玄衣公主留下的那3道剑痕何等高深，至今没有谁可以将那3道剑痕全部悟出来。光是前2道，就足以让很多剑道天才琢磨上百年之久了。而等他将那前2道剑痕完全领悟出来，他已然错过了成长的最佳阶段，得不偿失。如果我是他，我绝对会拜入白羽公主或者是莫涛公主麾下，等今后再去慢慢钻研那3道剑痕，再去尝试拜入玄衣公主门下。毕竟我古门的规矩，一个弟子只要天赋高，是可以同时拜入2位甚至更多的强者麾下的。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天才嘛，谁没有傲气呢？等着吧，2年后那宗门大比开始，到时候他肯定保不住内门弟子的位置，而外围弟子里面竞争更加激烈。等他多受些挫折，受些教训，他自然明白自己的选择是多么愚蠢，到时候再亡羊补牢吧。哎呀，可惜了一位绝世天才呀！这都2个月了，这剑无双竟然是还没有拜入强者麾下。嘿嘿嘿，真是蠢货，真以为自己天赋高就能目空一切了吗？没有强者指引，光凭他自己修炼，哼，等着吧，2年后宗门大比，到时候有他好受的。2个月了，风、火、鹰，哪怕是冰山、玄影、巫黄3人，都选择拜入强者的麾下，唯独我，却依旧是独自一人修炼，没有得到任何强者的指引。这也难怪古门那些个弟子会在背后议论我了，恐怕还会有不少人在背地里面说我自负吧。哼，他们不是我，不了解我的遭遇，又岂会知道我的想法？不管是白羽公主还是莫涛公主，他们对道的感悟都奇高，绝对有资格当我师尊。可我对他们的为人品性却毫不知情啊。3道剑痕，第1道剑痕是足足9式剑招，第2道剑痕看上去跟第1道剑痕一模一样，可实际上却是将第1道剑痕的剑招融合，将9式剑招融合成3式，总算成功了。2天后，玄衣公主会在剑楼内授课，我现在将第2道剑痕领悟了，刚刚好。这道剑痕，我悟透第1道剑痕跟第2道剑痕，只用了半年时间，但不知道要将这第3道剑痕领悟需要多久。灵玉副公主，剑无双，这剑无双当初若是拜入我的麾下，或是拜入白羽、莫涛任何一个公主的门下，这半年时间绝对可以让他的实力达到一个全新层次了。可结果这半年，他却选择了一个人独自潜修。就算有所进步，可进步恐怕也快不到哪里去。可以说，他足足荒废了半年。剑无双，你有什么事吗？啊，是这样的，
弟子这段时间一直在参悟玄衣公主留下的3道剑痕，昨日刚好有所领悟。吼，有所领悟？难不成短短半年时间，他便已经将那第1道剑痕完全领悟了？不可能吧！玄衣公主留下的3道剑痕何等深奥，哪怕是第1道剑痕，蕴含的9式剑招都玄奥无比。这剑无双虽然剑道天赋奇高，但也不至于只用半年就将第1道剑痕给领悟了吧？那第1道剑痕我都参悟了近20年了，到现在都也领悟7式剑招，他仅仅参悟半年，就想将9式剑招全部领悟，开什么玩笑？既然如此，那你便施展看看吧。好。仅仅3剑？果然，那第1道剑痕一共有9式剑招，他却仅仅只施展出3剑来。尽管这3剑看上去威能的确很强，可距离9式剑招全部领悟，那还差得远呢。闭嘴！你个蠢货，看不懂就别乱说话。什么意思啊？3剑？这是第2道剑痕的第3式剑招？怎么可能？天哪！我同样潜修钻研那3道剑痕，结果依旧花费了10数年的时间，方才将第1道剑痕完全领悟。但那第2道剑痕，要将9式剑招融合成3招，难度要大太多了。我要想领悟透，最起码也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可这剑无双师兄他短短半年将第1道、第2道剑痕全部悟透。灵玉副公主，不知我可否达到要求嘞？公主早有规定，3道剑痕，悟透1道便有资格去听剑楼听他授课，悟透第2道，便可以成为他的记名弟子。你已经将第2道剑痕完全掌握了，按照规矩，你可以拜入公主门下，我会立刻把你传讯给玄衣公主。有劳了。玄衣公主，我已经知道了，明日我会在剑楼授课，你让她来听就是。明白了。玄衣公主已经回复了，她让你明日去听剑楼听课，到时候她自有安排。短短半年时间便悟透了我留下的第2道剑痕，不愧是最强剑魂的拥有者呀。这小子他擅长剑道，拥有最强剑魂，他早就认准了我，想要拜我为师。从进入古门的那一刻，从一开始他便认清了自己，规划了自己要走的路，要如何去走。哪怕整个古门强者众多，都认为他选择是错误的，可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坚持不懈地一直走下去。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坚持走自己认为对的路。看上去这很蠢，很固执，一根筋走到底。可是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毅力者。而且他拥有最强剑魂，底气十足。所有人都认为他需要漫长岁月才有可能将我留下的3道剑痕悟透，可结果他只用了半年时间便参悟了其中的2道。他很自信，这自信我喜欢。看样子用不了多久，我麾下又将多出一位弟子来了呀。剑主杀伐，剑锋可刺，剑刃可斩，剑背可挡，剑身可挑。可以说，剑是兵器之中庸，可攻可守，最为全面均衡。剑道，杀伐之道，博大精深。剑魂，剑道之始。觉醒剑魂仅仅只是具备参悟剑道的资格，也就是说，不管剑魂再强，却依旧不算跨入剑道的门槛。真正的剑道是以剑心为基础。剑心，剑之大道，由浅入深，再由深入浅。剑无双，玄衣公主，本座在剑楼外留下3道剑痕，且早立下了规矩。如今你已将第2道剑痕完全领悟，那从今天开始，
你便是本座麾下记名弟子之一。弟子剑无双拜见师尊。起来吧，你跟我来，其他人都散了吧。从你开始钻研我留下的3道剑痕开始，我便知道我会多出1名弟子来，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半年的时间，将我的第2道剑痕参悟，整个古门甚至整个天穹域，估计也只有拥有最强剑魂的你才能够做到了。师尊，你知道，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的剑心便出现了一丝悸动，那个时候我便知道你的剑魂非同一般。不过那个时候我仅仅是分身前往天穹盛会，还没办法确定你拥有最强剑魂。直到你来古门，我的本尊看到你方才确定，你拥有令所有剑道武者最为嫉妒的最强剑魂。令所有武者嫉妒？你拜入我门下，尽管只是记名弟子，但我依旧会竭尽全力地指点你。这半年时间，你虽然大多精力放在参悟我那3道剑痕上，可你对道的感悟上应当也提升了不少吧？是有些提升。我同时参悟世界之道跟杀戮之道，其中世界之道如今已将第2重玄奥完全领悟了，在第3重玄奥上也有一些窥伺到门槛。至于杀戮之道，就在几天前方才将第2重玄奥领悟。没人教导，也没有修炼资源辅助，光靠悟道风能在半年时间里有这样的进步，已经很了不起了。世界之道、杀戮之道我都不擅长，在这2条道上的感悟，我不如白羽、莫涛2位公主，可我的眼界却也不是他们2个可以相比的。如今古门众多资源中，能够对你修炼有巨大帮助的有不少，可真正适合你的宝物却绝不会太多。我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替你申请出一批修炼资源，你先回悟道峰等候，很快我会让人将那批资源替你送过来。多谢师尊。去吧，还有1年半的时间，回去好好修炼，等宗门大比开始时，可别给为师丢脸。是。这小家伙擅长世界之道、杀戮之道，又钻研剑道，天赋都极高。我古门众多资源当中，适合他的宝物有不少，该如何挑选呢？针对世界之道的那9界图，将世界之道的9重玄奥解剖成众多世界本质，却是最适合这小家伙去参悟的。杀戮之道方面，有那卓明留下的杀戮真典也足够了。至于剑道，他现在剑道已经极高，想要再进一步，只能是凝聚剑心。这一步太难了，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他剑道上现在也不需要资源辅助，老老实实听课，或是参悟我留下的第3道剑痕便足矣了。再给他1枚道元果，足够让他修炼一段时间了。9界图、杀戮真典、道元果，这杀戮真典的性质就跟地景前辈给我的6重楼差不多。6重楼虽然繁琐一些，但涉及的更广，但这杀戮真典要简单一些，但每一个字都无比奇妙。9界图9幅画，每一幅就相当于世界之道的1重玄奥，一共9重玄奥。这9幅画当中，那画着一花一草所蕴含的玄奥我都已经悟透了，我要领悟的是剩下的7幅画。世界之道有9界图作为参考，杀戮之道有9重楼跟杀戮真典辅助，还有悟道风、道元果。如此多的修炼资源，师尊已经替我尽可能去争取资源了。还有1年半的时间便是宗门大比，这1年半的时间里，我一刻都不能松懈。就让我瞧瞧，1年半的时间，我的实力能够提升到多少吧。师尊，我感觉到自己的剑道已经达到极限了，可不知为何一直无法将剑心凝聚出来。那是因为你的心还不够静。剑心，剑为主，心为辅，2者缺一不可。你别着急，
顺其自然就行。是。明日便是古门的宗门大比，你可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了。看你的样子似乎很自信呢。那好，本座就拭目以待了。好好表现，尽可能将自己的实力展露出来。只有你表现得更好，本座才能替你申请更多的资源。弟子明白了。去吧。我这弟子，光论悟性，就算是我生平见过的众多天才里面，怕都无人可以与他相比，当真不简单呢。哎，剑无双，你听说了吗？就在今天，风他去闯道塔，闯过了第6关呢。啊，风的天赋当真是不错啊。何止不错呀，他那师尊毁灭公主都亲自说了，风是属于厚积薄发的那种。他之前在千古界没有任何修炼资源，进步都受到限制，可他一直在积累。而来到古门之后，一开始他的进步也就还算不错，可慢慢的他的进步却越来越快，越来越惊人。短短2年时间，他的实力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整个古门都知道他的能耐，不出意外，明天的宗门大比，他肯定能够继续留在悟道峰的。哎，真羡慕他，我就惨了。我这2年虽然也有进步，但进步很一般，现在也仅仅只是刚刚悟透第2重玄奥罢了，在众多外围弟子当中都只能排在中游。明天的宗门大比，我肯定会沦落为外围弟子，短时间内是别想回到这悟道峰了。哎，剑无双，你天赋奇高，而且还拜入了玄衣公主的门下，这2年时间你的进步肯定也不小，恐怕不会比风低吧？明天的宗门大比，你有没有把握呀？把握？有一点。啊，仅仅一点儿？能有仅仅一点把握也不错了，不像我可是半点把握都没有，甚至没有任何悬念，肯定会被淘汰的。大天造化诀太神奇了，我现在所处的踏天境令我的悟性天赋比之前足足提升了10数倍之多。这一阶段也是我修炼最快的一个阶段。我在这一阶段跟风，跟古门那些弟子相比，完全就是欺负人呢。一切就看明天的了。10个外围弟子跟10个内门弟子，那10个内门弟子的争夺马上就要开始，不知道这次争夺的内容会是什么。这一届的宗门大比会在9天路内进行。9天路，这一届的宗门大比竟然是9天路。哎呀，31层9天路，这可不好走啊。唉，可惜了，9天路是独立的空间，他们在9天路内的表现我们看不到，我们只能看结果。9天路，剑无双，这2年你的进步应当不小吧？啊，还算不错吧。那好，那咱们就比一比，看谁能在9天路上走得更远。可以啊。这空间虫洞内便是你们要走的9天路所在，都进去吧。9天路一共31层，一层比一层艰难，这仅仅只是第1层，倒是简单。呵呵，一个个度倒是都挺快的呀。这才刚开始，当然快了。等再过一会儿，那些战魁的实力提高了，他们度自然会慢下来。等到了16层，度会更忙。9天路31层，5层为一个坎儿，每过5层，那些战魁的实力都会产生质的蜕变，而第16层刚好是9天路最中央，会是一个大坎儿。到了那里，他们一个个的
都快不到哪儿去。这火鹰已经尽力了。那九天路第16层，一般情况下只有悟透了第3重玄奥才可以闯过去。他才悟透第2重玄奥没多久，能够闯到那里已经是运气了。玄衣公主从天穹盛会带回来的6位天才里边，这火鹰天赋算是最垫底的，不过心性还不错，今后慢慢成长，倒也还有机会到达顶尖天神层次。看，罗勇已经闯到第20层了，而且速度依旧很快。20层不是他的极限，那第21层虽然难度会提升不少，可以他的能耐同样可以闯过去。我估计最后的成绩应当会停留在24层之上的。闯过第24层差不多了，闯过第25层的几率不大。那东儿跟罗勇也差不多，应当也只能闯过第24层。混面，你说的这位亲传弟子风当真不错啊，现在已经闯过第18层了，且看他的样子并没有太过费力，估计闯过第20层不难，至于第21层或许也有机会闯过去。这小子厚积薄发，这段时间的进步速度纵然是我都吓了一跳。他现在的实力足可以跟这些顶尖弟子并肩了。不过闯过第21层有些抬举他，闯过第20层吧。闯过第20层也不错了，起码保住那内门弟子的位置不成问题。诸位，不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剑无双？剑无双，这剑术，哎呦，好厉害的剑术啊！他的剑术简单纯粹，可每次挥出却都恰到好处地抵挡住了那些战魁的攻势，由繁化简，越高明的剑术也越简单。这家伙，他才多大呀？剑道修为竟然已经达到这一步了，估计距离凝聚剑心都差不多了。不愧是玄衣公主的记名弟子呀！这小子，哼，也就是剑道强罢了。这9天路考验的东西有很多，剑道仅仅只是其中一种罢了。凭他现在的剑道修为，充其量也就是能够闯过这第17层而已。想要闯过第18层都非常艰难。可别忘了，他想要保住那几名弟子的位置，最起码也得闯过第19层才有机会。这小家伙是想看看自己的剑道极限在哪儿，甚至还想着用这9天路的考验尝试去冲击剑心，所以从一开始他便一直只动用自己的剑道修为。至于他在世界之道、杀戮之道上的感悟，却动用的很少。不过很可惜，剑心又岂是那般容易可以凝聚的？单凭剑道，他也只能闯过这第17层了。到了18层，不出意外，他得动用真正实力了。剑心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轻易凝聚的，还得等机缘。师尊说过，要在这宗门大比当中尽可能的表现，将实力发挥的越强越好。这样一来，他可以替我申请的资源也就会越多。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瞧瞧，我的最强实力到底能够闯过这9天路的第几层。剑道强并不代表他对道的感悟。这是好快！刚刚在第17层还停留了很长的时间，可现在一眨眼，第18层跟第19层就闯过去了，而且只用了一剑。快看他的剑！这怎么可能？道的感悟好高啊，剑术更是恐怖。他刚刚那一剑，对世界之道的感悟，已然悟透了第3重玄奥，而且就连第4重玄奥也领悟了大半，甚至距离彻底悟透，都只差1步之遥。世界之道的感悟竟然这么高！不只是世界之道，你们快看，杀戮之道的感悟也这般高，竟丝毫不在世界之道的感悟之下。天哪！
世界之道、杀戮之道感悟，都已经悟透3重玄奥，且距离悟透第4重玄奥也只差1步之遥。这般感悟，比那罗勇、东儿也只是略微差上些许，但罗勇跟东儿，他们都仅仅只是参悟1条道的，他却是同时参悟2条道。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剑道修为太高了。如此高的感悟，再配合剑道修为，他的真正战力跟罗勇、东儿比起来都丝毫不差，甚至还可能要更强一些。这怪物，这小子进入古门仅仅2年，对道的感悟就已然提升到这等层次了。果然是真正的极天才。之前我们还以为他太自负，可现在看来，反而是我们太自以为是了一点儿。到了这25层，这些战鬼不仅是力量、速度、枪法都大幅提升了，而且他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了。我剑术虽然精妙，但也只能跟他们正面抗衡，保持不败。想要将他们彻底击溃的话，只能用一些手段。以力破法，紫光破星剑。那一剑威能好强啊！3阶秘技，而且应当是3阶顶尖秘技。3阶顶尖秘技呀，就算是那些悟透了4重玄奥的天才，一般都没法创出。像罗勇跟东儿2人，到现在也仅仅只是创出了3阶高等秘技。而这剑无双对道的感悟明显不如这2人，可他剑道的修为却太高了。这小子要扛不住了。很正常，第26层比第25层要困难多了。第26层的守卫，每一尊拿出去都足以匹敌初等天神，足足10尊战魁联手，没有中等天神的战力根本扛不住。这小子一个凌霄境能够闯到这里，已经非常逆天了。第26层极限了。小家伙，就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到底在哪儿吧。没办法了，滚！从我来到万古界开始，我便一直压制自己的力量，从天穹盛会开始便一直压制着。到了古门，这2年时间，我同样不曾展露过我的力量，哪怕在这9天路，我也一直刻意压制着，压抑了这么久，现在总算爆发出来了，这感觉真是痛快。之前在天穹盛会，各方宗门强者都有，人多眼杂。我一个来自千古界的小家伙，或是暴露的东西太多，太过匪夷所思了，肯定会被那些宗门强者猜忌，所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藏着。可现在就不同了，在古门内展露的天赋能力越强，得到的资源才会越多，更何况仅仅暴露远强于同阶的力量，应当也不会有人想到我的根基上去，更不会想到我有完美根基。来吧，紫光星灭剑！怎么回事？哦，是力量，他的力量忽然大幅度提升了。这小子怎么会突然爆发出这样强横的力量来？是肉身，他的肉身力量极其恐怖。如果我没猜错，他应当是修炼了提升肉身的秘术。他的肉身远比正常的凌霄境要强得多，也就导致他的肉身力量远远超过了寻常的凌霄境，近乎跟普通的天神相当。肉身，玄衣公主，这剑无双应当是修炼了提升肉身的秘术吧？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古门内可以提升肉身的秘术是有一些，不过古门规矩，只有天神以上才有资格去修炼这些秘术。本座行事向来公道，绝对不会偏袒自己的弟子。既然他没有成为天神，那本座自然是不会将提升肉身的秘术交给他。如果我没记错，这小家伙拥有淬体秘术，是他进入古门前便拥有的，而且很早就修炼了。这小子明明拥有那么强横的肉身，可他一直藏着，之前那天穹盛会他都不曾暴露，真够可以的呀。如果我们这宗门大比不是关系着他今后在古门能够得到的修炼资源，
恐怕到现在他都不会暴露。这般隐忍，不愧是来自千古界的天才，心智、毅力都堪称了得。这小子已经闯过第26层了，而接下来的第27层比第26层还要难上不少，不知道他有没有希望闯过去。来吧，战吧！分身秘术。剑跟人一样，剑中蕴含情，挥剑于心，剑随心走，随心而动，剑随心走，随心而动。剑心，这便是剑心吗？就让我看看凝聚剑心后我的实力发生的变化吧。这小子，这下总该败了吧？顿悟，这小子莫非是顿悟了？都到这般地步了，还能顿悟？剑心？剑心？怎么可能啊？剑心？这可是剑心呐！就算是擅长剑道的永恒境强者，有不少都没法达到剑心层次的。至于天神层次，一个天神凝聚出剑心，便已属于非常了不起的了。可这小子，他才凌霄境啊！凌霄境，凝聚剑心。幸好当初他拒绝了我呀！以我的能耐，的确没资格去当他的师尊。毕竟我虽然对杀戮之道感悟颇高，但眼界终归是低了一些。我竭尽全力，也仅仅只能确保他能够到达永恒层次而已。可仅仅永恒层次，根本就是在糟蹋他的天赋。在整个古门，估计也的确只有玄衣公主有资格教导他了。玄衣公主，恭喜你收了一个好弟子啊！玄衣公主，这小家伙天赋无双，又有你亲自教导，今后的成就必然非同凡响。凌霄境便凝聚剑心，这小子在剑道上的天赋比他在世界之道、杀戮之道的天赋还要高得多。拜入玄衣公主的门下，的确是他最好的选择。这小子倒是接连给了我2个大惊喜啊！诸位，我这弟子虽然到现在只是凌霄境，但其战力却已经不比一般的天神要弱了，所以我古门的那些秘术，他应当有资格修炼了。可以。另外，他既然已经凝聚了剑心，那本座留下的第3道剑痕，他用不了多久便会彻底悟透，到时候他便会成为本座的亲传弟子，本座会带着他前去剑锋修炼。九天路的第31层，每一尊战魁的战力都达到了中等天神的顶端，10尊战魁联手，配合又默契，就算是一般的高等天神都未必闯得过去。这小家伙虽然逆天，但毕竟只是一个凌霄境，而且还太年轻，战力上跟高等天神比起来还是要差上一些的。嘿，能够闯过这里已经很逆天了。若是再给他一段时间，等他对世界之道、杀戮之道的感悟都悟透了第4重玄奥，再修炼1-2门秘术，配合他的剑心，或许就有可能将这第31层也闯过去了。但现在还是早了一些呀。这剑无双在九天路内待的可真够久的。那罗勇跟冬儿他们2个闯的层次应当是最高的，可他们2个在九天路内待的时间都远不如这剑无双久。哼，那待得久可并不能说明他在九天路内闯过的层次越高。看着吧，待会儿灵玉副公主便会宣布结果的。这剑无双恐怕连内门弟子的名额都保不住。剑无双闯过了多少层？你呢？闯过了20层，那21层要略微差上一点。我闯过的层数比你要略微高出一些。
哦，莫非你闯过了第21层？厉害！原以为我这2年的进步应当可以赶上你的，但现在看来是我太过自大了一些。不过没关系，以后我会赶上你的。下面我来宣布结果：火鹰闯过第15层，夏风闯过第20层，君毅闯过第21层，风闯过第20层，罗勇闯过第24层，东儿闯过第24层，剑无双闯过……怎么了？这怎么可能？剑无双闯过第30层。什么？这小子，这个刚来古门不到2年的小子，闯过了9天路的第30层，怎么可能？灵玉副公主，你是不是念错了？这剑无双，他是不是只闯过了23层啊？剑无双闯过第30层，千真万确。第30层？剑无双，你好恐怖的一剑！悟透了吗？师尊，从你在9天路上凝聚剑心开始，我便知道，你很快便会悟透我留下的第3道剑痕了。而到现在，仅仅半个月。本座早就立下规矩，但凡是永恒以下，能够将我留下的3道剑痕全部领悟的，我便收其为亲传弟子。你既然达到了这一步，那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本座麾下的第4位亲传弟子。第4位亲传弟子？你还有3位师兄，不过你3位师兄老早便离开了古门，外出闯荡了。等今后若是有机会，你会见到他们的。是，你跟我来吧。现在这里只有我们师徒2人，有些事情我想问问你。师尊请问吧。早在天穹盛会上，我便看出你在千古界得到了不俗的机缘，不过绝不可能在短短不到40年时间，修为实力达到那等层次，也不可能拥有分身秘术。是。那个时候你与我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我也不曾询问你。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机缘，我不会去干预。可是现在，你已经是我的亲传弟子，我这才想问问你之前的遭遇。弟子在千古界的确得到过一番不俗的机遇，当然了，还是有幸得到过一位强者的亲自指点。哦，原来如此。你拥有淬体秘术，而且你的根基似乎也极其强横。是，弟子曾在千古界得到了一门名叫不灭的淬体法门的秘术，所以肉身比较强，至于根基方面，也是多亏那位强者指点。不灭秘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机缘，你一个来自千古界的小家伙，能够在千古界得到那般机缘，只能说明你福泽深厚。你肉身方面既然已经拥有了不灭秘术，那这方面我暂且不替你考虑了。你先回去，我会准备一些适合你修炼的秘术，另外还会替你去申请去剑锋修炼。剑锋？弟子告退。我这弟子够谨慎的，他的机缘绝不是他所说这般简单，他身上蕴含着强大的秘密，只是他并没有打算将这个秘密告诉我。哼，这个小家伙不管是天赋还是心智都堪称完美，他是一块真正的璞玉，若是经过雕琢，今后必成大器。至于雕琢嘛，倒也简单，从成为我亲传弟子的那一刻开始，雕琢便已经开始了。云海仙宫，不灭皇朝，无极魔宗。若是让他们得到我收剑无双为亲传弟子的消息，恐怕这3大巨头也没办法再平静下来吧。
刚接到从古门内传来的消息，古门的那位玄衣公主今天收了一位亲传弟子，名叫剑无双。关于那剑无双的讯息，我也查到了一些。绝世天才，就在2年前的天穹盛会上冒出来的，而且仅仅是来自千古界。虽然来自千古界，可他在天穹盛会上却一鸣惊人，修炼岁月不足40年，在凌霄境待了不足1年，可战力之强，跟当初的公朝比起来，都仅仅只是稍逊一筹。这剑无双到了古门后，很快便展露出惊人的剑道天赋，拜入了玄衣门下。刚开始只是记名弟子，可不久前古门的宗门大比，这小子去闯9天路，却一口气直接闯过了前30层，简直不可思议。9天路第30层。根据我们得到的讯息，那剑无双依旧只是凌霄境，却已经凝聚出剑心来了。一凝聚剑心，他便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悟透了玄衣留下的3道剑痕，所以玄衣才收他为亲传弟子。诸位，你们应当清楚玄衣的可怕，他自身的实力也就罢了，最重要的是他教导弟子的能力。在剑无双之前，他一共有3位亲传弟子，而那3位亲传弟子的成就，你们应当都清楚。玄衣，他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教出的弟子同样是个大怪物。之前他那3位亲传弟子进步速度之可怕，不用我说，你们都明白。他们3个，任何一个都足以令我们整个云海仙宫都为之忌惮。而现在这个剑无双，在千古界修炼不足40年，实力便接近公朝，仅仅凌霄境却凝聚出剑心来，他的天赋之高，比玄衣之前的3位亲传弟子还要可怕。混蛋！这剑无双原本就该是我云海仙宫的弟子，都怪那玄衣。古门已经很强了，不能任由他继续强横下去。这剑无双也绝不能让他步入他那3位师兄的后尘，趁他现在还未成长起来，找机会尽早斩杀他。这剑无双必须死，不过动手时要切记，不要太明目张胆，别让古门抓到把柄。毕竟古门的那位玄衣公主的确不好惹。再过不久，那生死永恒界便会重新开启，这是一番莫大的机缘。那剑无双天赋如此之强，肯定会进入生死永恒界当中，到时候我们可以找机会去杀他。生死永恒界？你不说我差点忘了。生死永恒界每隔100年开启一次，距离下次开启用不了几年时间了。你等想要进入永恒界闯荡的，得早点做准备。至于那剑无双，生死永恒界一开，便找机会杀了他。玄衣收剑无双为亲传弟子，好家伙，凌霄境便凝聚剑心，何等了得！这玄衣他到底想要救出多少怪物来？他已经交出3个怪物来了。令古门虽然只是一个顶尖宗门，可在很多地方却强压我3大巨头一筹。现在他又想交第4个怪物，绝不能让这剑无双成长起来，不然这古门恐怕就真的要凌驾于我们3大巨头之上了。想办法
趁着剑无双还未成长起来将他杀死。不过千万别让玄一知道是我无极魔宗做的，不然惹怒了玄一，他真疯起来，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可以想办法嫁祸给云海仙宫，或是不灭皇朝。总之一句话，剑无双必须死，但绝不能是死在我无极魔宗的手中。好强的剑意啊！而且这剑意似乎涉及到剑道的各个方面，海纳百川。剑无双，你看周边那些石壁，这是太深奥了。剑道博大精深，凝聚剑心，仅仅只是初窥剑道门槛，拥有真正的钻研剑道的资格。而剑道又非常博杂，大致可以分成72个方向。这72个方向就相当于一条大海，有着72条支流一般。你将其中一条支流彻底领悟，也仅仅是领悟了剑道的一小部分。只有将72条支流全悟透掌握了，那才能够称得上是掌握了真正的剑道。你现在还差得太远，这一步可比你独自去钻研剑道要强上太多太多了。这便是剑锋吗？这剑锋虽然门槛高，但并没有时间限制，你可以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另外，我有几样东西也要给你。先是秘术方面，秘术尤为强大，不过秘术的修炼门槛都极高，很多秘术，像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力量威能的秘术，都需要达到天神境才可以修炼，而你仅仅是一个凌霄境，这些秘术你暂且修炼不了，所以我给你的这些秘术都是你能够修炼而且能用得着的。第一门秘术是剑术，大千剑术。秘术跟你自己所创的秘技不同，你自己创出的秘技可以用来攻击、防守、纠缠，各个方面都可以，毕竟是你自己创出的，是最为适合你的。但秘术，一般的剑术、刀法、棍法等等，那都是杀招。像这大千剑术、七式剑招便都是杀招，都需要极其庞大的灵力去施展，但威能却比你自己所创的秘技要强得多。另外，这大千剑术的第一招剑式，实际上你已经勉强入门了。第一式剑招已经入门了？难道是师尊你留下的3道剑痕当中蕴含的最强一剑？对，那一剑便是以大千剑术第一式为参考模拟出来的，当然仅仅只是模拟出来的一剑，跟大千剑术真正的第一剑式比起来，却要差上几个档次了。大千剑术可以提高你的攻击威能，不过一个武者在外闯荡，最重要的却是你的保命能力。所以我特意帮你申请了一门用作保命的秘术——龙血秘术。这龙血秘术是一门遁术，可以短时间内令你的速度暴增，不过代价却是急速燃烧你的灵力，所以这门秘术只可用作逃命，无法用作厮杀。你自己好生研究一下。燃烧灵力为代价。最后还有一门秘术，这门秘术比较特殊一些。万道经。万道经，这秘术你好生修炼，等以后你便会明白这秘术对你的作用了。除了这3门秘术之外，我知道你自己还修炼了一门名为不灭的淬体秘术。一般淬体秘术若是能够配合一些能够提升肉身强度的天材地宝辅助修炼最好，所以我替你申请了一些，都在这乾坤界内。能够替你争取到的，我都已经尽力争取了，接下来就要看你自己的了。多谢师尊。师尊已经替我争取到了最好的修炼资源，至于我能够成长到多少，一切还是得看自己。努力吧。听说了吗？毁灭公主的亲传弟子风，就在3日前突破到天神了。
而且他对道的感悟极高，一突破便是高等天神。等今后再修炼几门秘术，将来完全有机会朝顶尖天神冲击啊！顶尖天神，那可是我道宫副公主层次啊！谁说不是呢？这个风天赋当真了得。风已经突破到天神了，那剑无双呢？他可是跟风一同进入古门的，而且天赋比风要更加可怕呢。剑无双？不知道。我听说，那剑无双这几年一直待在剑锋当中修炼，就连悟道风都很少回。且他在这几年都不曾出过手，没人知道他的实力到底到哪一步了。哎，不过肯定更强了，哪怕到现在还未突破到达天神，他的实力也绝对不会比风弱的。进入古门仅仅2年，便可以闯过9天路第30层。这样的大怪物，又是玄衣公主的亲传弟子，他的进步速度不恐怖才怪呢。由繁化简，这一步已经真正达到大成。看样子这小子已经完全将剑心第1层稳定了下来。师尊，徒儿，你在这剑锋精心参悟6年，也该离开了。再过2月，生死永恒界便会开启。生死永恒界？生死永恒界是天穹域一处蕴含莫大机缘的地方，每隔100年便会开启一次。每次开启，天穹域的3大巨头以及9大顶尖宗门都会派遣不少弟子进去。这些弟子一般都是已经突破达到天神，而且比较年轻的弟子。此外，3大巨头、9大顶尖宗门早就商议过，这些天神层次的弟子，每个人只允许进入1次，而且每个宗门进入的名额也都有限，所以每次能够进入其中的，都是3大巨头、9大顶尖宗门，在这一时代最优秀的那些弟子们。这些天才弟子能够进入生死永恒界的外层闯荡。除此之外，3大巨头、9大顶尖宗门的一些永恒境层次的强者也会出动，前往生死永恒界的内层闯荡。1个月后，生死永恒界会再次关闭，这些强者也都会一一出来。1个时代为100年，而我古门在这一时代最为优秀的弟子倒是有一些，你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会替你安排，让你也有机会去那生死永恒界内。我？放心吧，虽说你现在只是凌霄境层次，但你的战力之强，寻常的天神可不会是你的对手。6年前，你便可以闯过9天路第30层，当时你的战力在中等天神中便已经是顶端了，接近高等天神。如今6年过去，你这6年进步可不小。我古门安排那些进入生死永恒界闯荡的天才弟子，一般都是高等天神。你只需要证明你有高等天神的战力便足矣。我替你在天神宫接了一份任务，这任务便是你证明自己的机会。任务？D 级任务？让我一个凌霄境去杀天神，而且还包括5位高等天神。师尊他可是真的看得起我呀。放心吧，这任务是我亲自替你挑选的。任务中的11位天神，他们的共同特点便是战力极其了得，但保命手段都不怎么擅长。凭你的实力，完全可以杀死他们。是这样吗？这是我古门掌控的疆域地图，那11位天神都在我古门掌控的疆域范围内。你自己研究好路线，2个月内务必将他们全部斩杀。是。另外还有件事，你现在所使用的那柄剑还是你从千古界带来的吧？虽说这柄剑威能还算不错，勉强已经达到了天神兵层次，可充其量也只能给一些初等天神或是中等天神使用，可对你而言已经不怎么适合了。天神兵？我这里有一柄剑，你拿去。师尊，这是
这是少帝剑，永恒层次的神兵。永恒神兵，这柄剑威能不俗，凭现在的你，还没法将它的全部威能催出来。不过纵然只是催出一部分威能，都足以令你的实力略微提升一个台阶了。好好收着便是。啊，此外这里有梅令符，你也拿着。出门在外历练，难免会遇到危机。若真是到了逼不得已的地步，便把这令符捏碎，为师会尽最大能力去救你。多谢师尊。好了，早些动身吧。剑无双？是剑无双，很久不曾见过他了。听说他一直待在剑锋当中修炼的，今日难道是离开剑锋了？是剑无双。这6年，他一直待在剑锋当中修炼，也不曾展露过实力。不知道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到达哪一步了。听说玄衣公主不久前刚在天神宫接下了一个任务，还是地级任务，似乎就是给这剑无双准备的。地级任务？那不是给高等天神准备的吗？谁说不是呢？这小子真是怪物。啊，白羽，怎么了？慧命，你仔细看看，看看他身后的那柄剑，那是不是少帝剑？少帝剑？好家伙，玄衣公主竟然将少帝剑都交给他了，这是得有多信任他呀？少帝剑不仅是一柄永恒神兵，最重要的，他还是剑宫信武啊，代表着剑宫传人呢。古门麾下掌控的疆域极其辽阔，而我要斩杀的11位天神，则分布在这些疆域的各个角落。我想一一击杀他们，得花费一番功夫。至于第一个去的地方，便是这儿。什么人？古门弟子。啊，大人稍等，我立即去禀告我家家主。何云，那兵记已经放出话来，要我们丹阳城的几个家族在1天时间内凑出50万神晶交给他，不然他就要亲自动手，将我们这几个家族一个个连根拔起。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50万神晶，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50万神晶，我们几个家族多年的积累全部加起来，估计都不会超过100万。他一开口就直接要50万，要神晶没有，大不了跟他拼个鱼死网破。好了，都闭嘴！那兵记乃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高等天神，你们也很清楚高等天神跟中等天神之间的差距。毫不客气地说，他一个人便足以横扫我们在场的所有人，跟他拼，找死吗？